好，那么大家好，那么从今天开始，那么很多网友同学发信息来说，能不能讲一些职业篇，如何从八字当中去看他的职业啊？那么我讲的这个职业呢，我们是从八字里面看，并不是说你的喜用神是木做木材言灵力化我们今天不讲这个，其实那个只是一方面，关键还是要看八字。那么其实我们知道，八字有40多万种，60甲子形成那么多八字，可以就像8864卦一样，那么八字总共有40多万种，所以，但是它里面其中有一些规律，当然它不是绝对的只是说大部分是这样的，因为什么样的情况都会有。那么今天我们来讲一下，如何从一个八字看出他是领导的公务员事业单位当然，这个里面领导又分大领导和小领导。当然，首先来讲，他要是领导公务员，他一定有他的特征。我相信，其实很多人在批八字的时候，你不同的客户找到你，你会发现其实有很多规律所在。那么我们先不说什么从财从煞，我们先不讲这个，我们讲普通的格局。我们来看这个八字，大家看，这是一个厅级干部的一个八字，也是我一个客户。那么这个大家来看这个八字，那么一般来讲，什么样的八字容易当领导呢？大家最起码的官印相生这个是我们知道有官还有贵气，有印，那么这个官才做的引。如果有官无印，那么就压力会比较大做的不稳那么如果是煞印相生，我们知道七煞是干什么的？七煞那是肃杀，那是领导，那是争衡，那是肃杀，所以一般往往的伟人领袖。大家看这两个八字，就是领袖。我相信这两个八字拿出来，大家都非常熟悉大家都公认的那么所以呢，这个八字也没错非常非常准确，所以大家一看就知道是伟人的八字，杀印相生。那至于他官大官小，再看他的格局，再看调候，再看他的搭配。那么我们这几集呢，我们目的就是怎么样快速看出他一些规律。我们来看这个八字，那么这是一个厅级干部一个厅级干部，他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中国的4大国有银行工行的一个行长的一个八字。那我们来看这个八字，庚金生在辰月。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八字杂气格，杂气什么格呢？杂气财格。那么这个八字日主旺不旺？虽然很旺，这里有一个阳刃这个是地旺。我们来看这个这里有个金库，所以这个八字属还有印来生，所以这个八字日主非常旺。那么我们知道它刚好有个组合叫丁甲庚组合，我相信大家在古书里面记得很清楚，丁甲庚组合，丁甲庚，因为什么？庚金就需要火来炼，这种阳金一定需要火来炼，那么有火来炼正官，当然庚金如果有丙火炼，那就更厉害那么就是更有肃杀之气，更有魄力更有领导能力，更有权威。当然呢，正官做的比较稳，就是官的话会做的比较稳。那么大家看这个八字，一看这个八字很简单，日主比较旺有印，那么这个八字财来生官，我财官透出。这个八字大家来看，一看它的形成就是木火，所以大家都不用考虑。所以这个八字有没有木火呢？甲木，那么这里有仪气关键是我们来看丁火，这里做长生，这里有一个根，丁火这里有个根，所以这个八字财来生官，官大家来看，官在年上，在太岁，财在岁上，所以这样的我们知道，以前我讲过，像这样的八字肯定是他怎么样，肯定是在年上那是国家单位，在时上省级单位，所以看这样的肯定是在国家单位所以呢是在我们的国有银行工行，然后是一个省的行长，也是在厅级干部了。所以呢正官，而且这样的人怎么样？非常正派，就是很正。我们知道大家来看正官所以呢财又来生官，这里还有印，所以这个八字为什么它是我们说一般的官印相生。如果日主比较旺，日主非常旺的话，那么就财来生官。你看日主很旺，有财来生官，所以它又是庚金，庚金就需要火来劈。所以这个八字为什么它没有它拿不下的
把它派到任何一个地方去，他都能把这个地方做好。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八字，而且你看有贵人，所以呢这个八字，所以是一个清洁干部的八字。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八字，大家知道这是个阎锡山的一个八字。那么这个八字大家来看，乙木生在右月，古人有一句话叫乙木秋生贵寅午。大家来看乙木生在秋天不得令，那么是七煞，各位七煞很厉害，但是大家要记清楚有一点，它是七煞按道理数不了。但是我们来看，它是乙木，它是阴的。以前我讲过，阴的话它不像阳刚，不像甲木，甲木是如果是甲木，阳刚容易大起大落，这种乙木落而不晒，所以呢，我们来看就像小草一样。所以，当然这个八字七煞这么旺，挨着这么旺，七煞如此之旺，那么要什么呢？首先，那么我们一定要见印，当然自己要有根。那么这里有个甲木，那么这里有个木库，亥卯未，虽然隔了一点眼，可以半合一点，拱出一个卯木来，所以呢，这个八字，那么这个八字煞如此之旺，有两条路，第一条路就是要有印，煞见印。我们来看这里有没有印，贵时有印，而且有财来，对吧？煞印相生，这里还有个根，所以这个八字，而且印，大家来看一看在哪里？印又在年上，各位印在年上，那就是很贵气了，那就是我们国家单位了，七煞又在时上，在年夜国家省级单位，所以阎锡山七煞干什么呢？我们知道七煞又是这种金的五行主金的七煞，我们知道。像这种魁罡格五行主金的，一般人在公检法练武，大家来看典型的，你看这个是金，但是它有印它就会有印怎么样？我们说印是什么？印是你的思想，你的头脑。我们说的煞，如果说游泳，那么印就是有谋，游泳有谋。所以这个八字有印，所以阎锡山他也是通过打仗起家然后做领导，阎锡山。所以这个八字，所以那么当然呢，我们至于他做的怎么样？哪部印做的好，哪部印做的不好，当然我们要看大印。那么今天我们关键是怎么样通过一个八字，当不看大印的情况下，怎么样来快速的看出它是一个基本上做一个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业、职业和行业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在以后就是我们当你的八字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就要学会去看。当然，也许我们初学者。刚开始不一定会听得懂，但是慢慢来，因为八字确实就像我一个客户跟我讲的，说易学难精，八字看起来容易天干地支看性格排流年大运，但是你要把它断经真的不容易所以这个八字是一个系统是很庞大，它有40多万种。那我们再来看这两个八字，那么大家知道这两个八字大家都非常清楚，大家看这个八字一看丁火，这个八字怎么样？七煞格，七煞还透出。气煞的非常旺，你看这里辰子辰，这里有个水库，所以煞库，而且还有财来生，所以七煞如此之旺。那么七煞旺，日主弱不弱呢？日主它不能说强，也不能弱，这里有一个半个根，这里自作长生。所以呢，这个八字，那么这个八字典型的就是要靠商甲互印商甲互印。所以呢，这个八字就是怎么样？煞印相生，大家看这个煞在哪里？煞同样在年上，煞在年上，而且做。令贵四卯，坐下又为贵人，所以各位煞在年上，国家单位又有贵人，煞有如此之旺，而且这个水火，那么煞呢又分水火的、金木的，如果金木这种实质性的克，那么它的就是整着点会更大，那么这种气化的东西它就不一样，水火，所以我们要看我们说的水火金木这个都要去思考。所以呢，那么这两个印，这个印有没有根，就靠这个辰土，所以这种八字就不能走金。如果说走了庚金呢，大家知道走了庚金的话，所以就会打压。所以呢，我们像这个八字，而且你看为什么丙丁又亥又是贵人，所以贵人是非常贵的，而且在年上煞印相生，年夜，所以大家也会发现有很多做领导的八字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们大家再来看这个八字，那么这也是个伟人的八字，大家看这两组日柱是一样的。那么这个八字呢？那么我们知道丁火坐在这个是亥夜，那么这个是有寒气了当然还看到出生之地。那么我们这个八字，你看正官已经透出来了，正官透出，财如此之旺，财官旺，身不是很强。但是这个八字身不强，就靠什么呢？靠这里有个寅木，有个印，这里印也透出，
这个八字就是走木火是最好。这里有个比肩，比肩呢，我们知道因为官煞比较旺啊，财又来生官，所以这个人我们知道这个人非常的正派啊，非常的正派。然后呢，刚开始在革命的时候啊，都是朋友出钱给他，所以看这个比肩对他有利。所以大家不要看到比肩和劫财就害怕，你要看有些时候它是好的，有些时候它是不好的，对吧？你财官太旺了，自己受不了，你就找别人帮忙，就像吃东西一样，你消化不了啊，那你就不能吃那么多，对吧？你就像我们说，这里有一个大树，你一个人扛不动，要两个人啊一起把这个大树拿回去，要不然一个人拿不下。所以大家会发现啊，所以那么具体来讲，那么这4个八字呢，就是大家看伟人领导的一个八字啊。所以呢，八字太多种了，我们要具体的情况具体的去看。所以呢，我们下一集继续根据实例来分析一些八字，所以呢，大家要多去分析。好，我们下一集再讲。